我们青丘白狐是龙族内定的兽妃，成年时长老传授我们族中秘术，姐姐选了意孕之术，嫁给龙族太子，只等诞下龙儿便可母凭子贵。可大婚当日，太子于神魔大战中不幸殒身，姐姐还未洞房变成了寡妇，而我却修成绝世功法，助我的黑蛟夫君成功化龙，登上王位。姐姐极度诚信，竟趁闭关修炼之时，让我一剑刺穿，夺了我的内丹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传授秘术这日，看着姐姐笃定地选了功法，自愿下嫁黑蛟时，我就知道她也重生了。她以为这一世必定能成为龙族王后，可她却不知，那所谓的秘术根本不能逆天改命。这是我青丘狐族的两种秘术，一种是天生意孕之术，还有一种则是上古修炼之术。暖烟是姐姐，就先选吧。父王高坐在大殿之上，一脸慈爱看着姐姐，这熟悉的话语让我意识到我重生了，回到了传授秘术这日。我和姐姐是青丘狐族这辈仅有的两位公主，也是龙族指定的皇子妃。前世父亲也是这般偏心姐姐，让她先做选择。姐姐毫不犹豫选择了意孕之术，因为她早就认定了自己未来会嫁给龙族太子。身为太子受妃，最重要的就是生下皇嗣，她只需诞下龙儿便可母凭子贵，这意孕之术最适合她了。而我却习得上古修炼之术，被指给龙族四皇子交信，一条通体乌黑的蛟。可是大婚当日，神魔边境传来紧急军报，太子龙华丢下满堂宾客奔赴战场，最终在神魔大战中不幸殒身。姐姐年纪轻轻成了寡妇，她不甘寂寞，与侍卫私通，珠胎暗结。东窗事发后受了雷刑，被丢至冷宫自生自灭，而我却帮助交信成功化身为龙，登上王位。姐姐极度的发狂，竟趁着我闭关修炼最为虚弱之时，一剑刺穿我的胸膛，夺走我的内丹。我看着身边满脸期待的白暖烟，咬紧牙关，拼命将心头的恨意压下。父王，我选修炼之术。白暖烟边说边快步上前，一把拿起身前托盘里的卷轴，紧紧攥在胸前，生怕被人觊觎。暖烟，你确定？父王有些疑惑，毕竟在他看来，白暖烟即将成为龙族太子受妃，身份高贵，地位尊崇，要那么高深的修为有什么用？白暖烟郑重地向父王点了点头。父王，我确定，这修炼之术就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。可你是要做太子受妃的人，子嗣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白暖烟急忙摇手，父王，嫣儿对四皇子交信一见钟情，此生绝不会嫁给别人，求父王成全。父王皱着眉，越发不解。暖烟，你是父王的掌上明珠，龙族太子是现存于世的唯一真命天龙，与你最是相配。那四皇子不过是一条出生低贱的黑蛟而已。他话还没说完，便被白暖烟打断。太子的确高贵，可嫣儿才不在乎什么出身高低，请父王相信女儿，四皇子绝非是中物，有朝一日亦能化龙也说不准呢。父王有些将信将疑，可看见自己的心肝宝贝如此坚定，他还是点头应允了。转而父王又看向我，宁久，还不跪谢你姐姐的大恩，他将堂堂太子受妃之位都让给了你，你得了这孕之术，须得早日为龙族开枝散叶呀。我侧目望去，只看到白暖烟一脸得意，我不卑不亢地回道，父王莫要搞错了，宁久只是得了皇姐挑剩下的。父王见我这般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大逆不道。白暖烟乖巧地走到父王身边，轻柔地抚着他的背，父王莫要动气，妹妹定是得了好姻缘，激动过头了，况且妹妹日后就是龙族太子受妃了，自然是不用向女儿下跪的。父王脸色稍缓，嘴里却还是念念叨叨，还是暖烟宽宏大量。宁久，跟你姐姐好好学学。我站在原地，丝毫不把她的话放在心上，我早已习惯，父王眼里只有姐姐，什么好东西也都紧着姐姐挑选，他看不上的才轮到我。白暖烟在我身侧低声说道，恭喜妹妹成为太子受妃。我看着她成竹在胸的模样，不禁觉得好笑。她以为得了这修炼之术就能逆天改命，却不知那交信早就烂透了。很快就到了我和姐姐动身前往龙族这天，姐姐身着凤冠霞帔，盈盈而立，父王眼中满是欣慰，一脸不舍地拉着姐姐低声叮嘱着。而我身上的红色嫁衣则是寻常狐狸嫁娶时的吉服。身旁的侍女小莲为我不平，明明公主才是太子的受妃，胡后亲手缝制的嫁衣理应给您穿才是，暖烟公主只是皇子受妃，怎么好越过您去？小莲的话还没说完，翘首以盼的狐族百姓们爆发出了阵阵欢呼，龙族的迎亲队伍来了。走在最前面的是四皇子交信，众活一世再次看见他，我竟本能地开始颤抖。上一世他为了飞升成龙，不惜生生斩断我的狐尾，又将我儿炼化成丹，断尾丧子之痛永世难忘。交信走上前，眼神在我和姐姐之间来回打量一番后，落在姐姐艳丽娇羞的脸上，十分满意。姐姐也感受到他的目光，害羞地低下了头。黑交信您，上一世就垂涎姐姐的美貌，婚后对我十分冷淡，后来知道我颇有用处，才对我巧言令色。后来他飞升成龙，很快又与身处冷宫的姐姐勾搭起来，二人狼狈为奸，趁我虚弱夺了我的内丹。这一次，他们这对狗男女总算锁死在一起了。太子殿下忙于军务无法脱身，还望狐王、公主体谅。一旁的龙族侍从拱手，我也恭敬地向他点头示意。姐姐不放过任何一个嘲讽我的机会。妹妹，太子殿下怕是对妹妹这个受妃不满，才不露面的吧？毕竟妹妹只是青丘树出的狐狸，哪里配得上太子的身份呢？我皱眉，厉声呵斥他。
姐姐，龙族侍从已经严明，太子殿下政务缠身，才不得空。你竟污蔑太子殿下因为嫡庶偏见罔顾龙族和青丘万年的友好。父王听了我的话，立刻出言斥责姐姐口无遮拦。暖烟，太子殿下勤政爱民是四海八荒都知道的事情，你一个女儿家怎可随口编排？姐姐见一向宠爱她的父王也对她疾言厉色，瞬间红了眼眶，一脸委屈地看向交信。交信见自己的寿妃梨花带雨的小模样，立刻心软了。胡王言重了，不过是姐妹之间说笑而已，不必上纲上线。姐姐感动地看向交信，两人四目相对，眼神暧昧的能拉丝。吉时已到，迎亲队伍敲锣打鼓，交信拦腰将姐姐抱起送入轿辇。姐姐将脸埋在交信怀里，纤细的双臂勾住他的脖颈，在他耳边小声说着什么。交信难以置信地惊呼出声：“娘子！”此话当真，得到姐姐肯定的眼神，交信再也忍不住，笑出声来。本王当真娶对人了。姐姐端坐在轿辇上，一脸得意地向我传声示威：“妹妹，你且看着，用不了多久，这太子的位置就要换人坐了。”我只觉得好笑，他就这般笃定交信是他的良配。只是他若是知晓交信化龙的真相，会不会后悔？我被送进了龙华的宫殿，侍女见龙华迟迟不出现，出言安抚我说太子殿下公务缠身，让我耐心等待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终于有了动静，龙华到了。可不等他推开房门，我又听见远处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，那人似乎有些惊慌失措，说起话来语无伦次。我虽听不明白，但有前世的经验，我知道定是魔族大军发起进攻了。龙华终究没有进来，只隔着门交代我：公主，神魔大战一触即发，龙华此去生死未卜，若不幸殒身，这门婚事便作罢。公主大可另觅良人。他还是和前世一样，为神族和平舍生忘死。上一世魔族来势汹汹，神族过了上千年的安稳日子，根本无力抵挡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龙华不惜自爆内丹，以纯正的金龙之力与魔族大军同归于尽。他陨身的消息传回龙族时，我也曾为他的正义之举而动容。若他活着，定是位贤明的君主。他亦是位君子，到了这个关头，竟还不忘交代我的去处，生怕耽误了我。前世姐姐本也可以回到狐族重新择婿，可她舍不下这太子寿妃的地位，不愿回青丘，被族中同辈们耻笑，硬在龙华宫中待了100年。龙族上下念着龙华的恩德，对她不曾有一丝一毫的怠慢。若非她不甘寂寞，做出丑事给龙族抹黑，应该也能体面的度过余生。这一次我成了龙华的寿妃，自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在战场上。我听见她转身的动作，急忙追出门去，在她身后大喊：殿下，宁九已是您的寿妃，您为神族出生入死，我亦没有苟且偷生的道理，请许宁九同去。他顿住身子，猛地回头，俊朗的面容上满是诧异，似是不相信我一介女流竟也有这般胆魄。公主，你大可不必。我扯掉头上繁复的装饰，坚定地看着他。宁九去意已决，即便殿下不允，宁九亦会偷偷跟随。可你不过是修炼千年的白狐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我或许护不住你，去了岂不是白白送命？我勾起嘴角，朝他灿然一笑，指尖捏诀，身后瞬间张开巨大的白色狐尾，凌厉似剑，流光溢彩。龙华迷了眼，有瞬间失神。你竟有9尾？我收起狐尾，敛起笑容，郑重地向他点了点头。上一世姐姐只知道交信动用秘术成功化龙，便认定当日我被传授的秘术便是化龙之术。可事实上，那只是青丘的修炼心法，可令修炼之人事半功倍。我日夜苦修，修为大涨。神奇的是，我每突破一层，竟能神奇地长出一条狐尾。没多久，我就拥有了9条狐尾。重生之后，我不敢有丝毫懈怠，潜心修炼，靠着上一世的记忆，早在青丘之时便已修成9尾。因为我知道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实力。龙华见我坚持，也不再劝阻，可还是有些不放心。我只能如实相告：殿下，您可还记得500年前曾在凡间鱼狼妖口中救下一只小狐狸？龙华拧眉思索片刻，又仔细打量起我的脸。殿下，那只小狐狸便是宁九。当年我初出化形之时，被白暖烟贸然离开青丘，被一狼妖捕获，差点没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条金龙出现，从狼妖口中救下了我，还将我送回青丘。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身份，却一门心思修炼，一心想着要报答他这份恩情。后来我长大些，长了些见识，才知道原来这世上只有唯一一条金龙，他是龙族太子。只是当我想报恩时，只听闻他于大战陨身的消息。这一次我说什么也不能再留遗憾。龙华禁不住我的纠缠，还是带我上了战场。魔族来势汹汹，神族这仗打得艰难，即便有龙华这样智勇双全、修为高超的将领，运筹帷幄，用兵如神，将士们依旧死伤惨重。上一世我远在龙族就听闻，神族大军许多将士重伤之后不治身亡，最后一战龙华几乎无人可用，这也是我执意要跟来的重要原因。9尾狐的心头血有起死回生之力，我每日一碗心头血，神族将士们大战1月竟几乎没有损伤，军中将士们受我的心头血滋养，我在军中的声望也越来越高。只是龙华见到我日益苍白的小脸，舍不得了。宁九，你不要命了？我笑着安慰他，殿下，将士们守护神族，亦是在守护宁九，区区几碗血又算得了什么？况且殿下与我有救命之恩，
便是用这条命还了殿下恩情。宁九也心甘情愿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我心里清楚，我可是九尾狐，哪里这么容易丢了性命？龙华皱眉，满脸心疼，一向克制手里的他竟将我拉至怀中。真是只傻狐狸，魔族见久攻不下，似乎急了，竟在决战之日设下迷障，试图对神族发起偷袭。将士来报时，我正引出心头血救治伤员。宁九姑娘，不好了，魔族卑劣，竟布下迷阵，耍些阴私手段。我心一紧，上一世龙华便是在这日陨身，我以为有我的助力，应该能改变他的结局，没想到竟引来了魔族的报复。我心一动，化成一缕青烟，循着龙华的气息，没一会便在一处山谷中找到了龙华。龙华见是我，明显有些慌乱。宁九，你怎么来了？这迷障十分厉害，不论被困之人灵力如何高超，若是找不到门路，只会生生困死。殿下，你忘了吗？我们青丘狐族最擅长解迷障啊，这世间任何迷障都难不倒宁九。我拉住龙华的手，屏息凝神，仔细辨别着前路，带着他穿越层层迷雾。将士们见眼前柳暗花明，喜出望外，纷纷欢呼着喊着我的名字。魔族本就是强弩之末，没了这层迷障，被龙华打得溃不成军，几百年内怕是无力来犯。我见战事基本平息，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了地。这一世，龙华毫发无伤，我和龙华经历生死，他看我的眼神中毫不掩饰的欣赏，而我也发觉，他在我心中也不只是恩人这么简单。凯旋之日，我特意请求龙华不要提及我的所作所为，毕竟我并不想我的九尾狐身份被人知晓。龙华回到龙族那日，百姓们自发来到城外夹道欢迎。虽然我有意隐瞒自己跟随龙华上战场的事情，但是将士们仍旧将我的事迹传得人尽皆知。只是大家都说太子殿下带回一名奇女子，是神魔大战中立了大功的，太子殿下对她颇为倚重，二人更是形影不离。许是好事将近，却对这女子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。我早早换上太子寿妃的装扮，混在龙族迎接的队伍里，远远看着龙华意气风发接受百姓朝拜的模样。姐姐和交信也在龙族欢迎的队伍中，多日不见。白暖烟看着有些憔悴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我知道她定是疑惑，为何龙华会安然无恙的回来。交信脸也拉了好长，原本就算不上好看，此刻更令人生厌。他拧眉质问白暖烟：“你不是说龙华会死在战场上吗？如今他不仅回来了，还带了战功，本王要登上王位，更是不可能了。我就知道你那些什么重生的说辞都是哄骗本王的，什么化龙之术，想必也是无稽之谈。”白暖烟有些委屈，眼里含泪，嘟着嘴，弱弱的回话：“夫君。”暖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暖烟绝对没有半分虚言啊。交信根本不信他，气呼呼的将头拧到一边。白暖烟渲然欲泣，抬眼间，许是感受到我的注视，扭着腰肢往我这边来了。妹妹，你竟还笑得出来？听说太子殿下带回了一名奇女子，对她情深意重，龙华宫中许是要再添新人了。我冷眼瞧着他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，迫不及待看我笑话的样子，真是滑稽。我凑到他耳边，姐姐难道不好奇，为何太子能安然无恙的回来吗？上一世他可是与魔族同归于尽了。白暖烟立时瞪大了眼睛，呼吸一滞：“白宁九，你也重生了。”他咬牙切齿，一双狐狸眼狠狠盯着我，定是你在从中作梗，害得我失了四皇子的信任。你别高兴太早，等我顺利助夫君化龙，那至高无上的尊位还指不定是谁坐呢。我笑而不语。龙族为胜利之师举办了盛大的庆功宴，我和龙华并肩而坐，他体贴地为我夹菜，没一会盘中就摆满了我爱吃的鸡鸭鱼肉。白暖烟的眼神时不时朝我这边飘来，目光落在龙华的脸上，眼神中满是嫉妒。龙华是出了名的俊朗好看，上一世姐姐甚至连他的衣角都没碰过就成了寡妇，如今又嫁给了其貌不扬的交信，内心自然是妒忌的发疯。偏偏这时有坐在我们近旁的寿妃情不自禁开口，感慨我和龙华夫妻恩爱。白暖烟听了脸色铁青，从小他事事压我一头，见不得我得半分好处，恩爱又如何？龙族上下都知道，太子殿下在战场上带回一名奇女子，妹妹的宠爱大约是昙花一现罢了。龙华闻言皱了皱眉，想要替我说话，我拍拍他的手，转而端起酒杯向白暖烟示意：“姐姐说的是，要论恩爱，妹妹自是比不过姐姐和四皇子殿下，听闻姐姐还习得秘术，要助四皇子飞升，这份情谊，妹妹自愧不如。”刚刚羡慕我的寿妃忍不住讥讽：“四皇子寿妃倒是一往情深，只是我怎么听说四皇子时常流连烟花之所，想必是寿妃潜心修炼，四皇子长夜寂寞才去消遣的吧。况且四皇子日日在外宣扬自己不日便可飞升成龙，可如今都多久了？别说飞升了，就是修为也没有什么长进。”周围爆发一阵哄笑，白暖烟顿觉丢了面子，撸起袖子就要和那位寿妃理论。交信看不下去了，起身拉着他就走：“够了，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。”我火上浇油，传音给白暖烟：“姐姐，你或许还不知道吧，你口中那个颇得太子殿下青睐的奇女子，就是我呢。”白暖烟不甘心地回头，却被交信恶狠狠地拽走了。当晚，龙华将我抵在脚柜，呼吸急促地质问我：“娘子，我们哪里比不过旁人恩爱？”我脑中一片空白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不等我开口，他已将我的话尽数吞入腹中。我们终于完成了迟到的洞房花烛。第二日晨起，我揉着酸胀的后腰，不禁感叹：
不愧是当世唯一的真龙，果真不同凡响。之后在龙华宫中的日子十分惬意，白日里我翻土种菜，龙华其余政务，我时常将亲手种出的瓜果与龙族穷苦百姓们共享。夜里龙华则拉着我不知疲倦的双休。自从有过第一次经历后，他像是食髓知味了，夜夜纠缠着我。2个月后，我望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，陷入了沉思。上一世我和交信在一起好多年才有了身孕，而这一世我身怀天生异孕之术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崽子。龙华摸着我日益滚圆的肚子，开心的像个孩子，完全没有一族储君的老陈持重，各种灵丹妙药、珍稀补品更是流水似的往我房里送。宁久，姑要做父亲了，我内心也隐隐期盼着，他会不会和我那命苦的孩儿有几分相似？或许正是我儿投胎转世来找我了。龙族上下都心系我这胎，甚至有人设下赌局，赌我是否能生出龙华一般的金龙。白暖烟也坐不住了，找了个贺喜的由头，第一次踏进龙华宫来看望我。他较上一次见面更加没了狐狸样，脸色蜡黄，眼神疲惫而浑浊，丝毫没有他往日的明艳娇媚。我这段时间虽闭门不出，但他和交信总有消息传来。白暖烟迟迟琢磨不出来化龙之法，交信本就对他不满，再加上我这么快有了身孕，他更加心急了，逼迫白暖烟加紧修炼。白暖烟自小心思便不在修行上，悟性一般，又多年不曾潜心修炼，自然进度缓慢。被交信一逼，竟然差点走火入魔，只是到底被灵力反噬，脸色差极了。交信对他早已没了新婚时的真实爱护，日日与不正经的小妖兽混在一处不说，还经常醉酒后打骂他。他这次前来定是来想从我口中得到化龙之法。果然，白暖烟难得与我低眉顺眼的说话。妹妹，以前的事都是姐姐不好，姐姐鬼迷心窍才会屡次伤害妹妹，姐姐悔不当初，如今日子过成这样，也算是得了报应。不知妹妹可否提点姐姐一二，这秘术究竟如何能助人飞升化龙？我在心里暗笑，白暖烟被交信这般对待，竟还想着帮他呢，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。可既然他不见黄河心不死，我又何必阻拦他？姐姐可曾听闻咱们白狐的尾巴是世间极尽珍贵之物？上一世我便是自断狐尾，才换来交信一招飞升的。白暖烟愣住了，断尾，且不论断尾之痛，就可以要了我半条命，没了尾巴，我还怎么挽回交信的心啊？我故作高深的摇了摇头，姐姐，旁的狐狸断尾自然是要去了大半条命的，可你修炼了秘术，自然会减轻许多痛苦。更何况四皇子若是知道你为了他自断狐尾，定是感动不已，何愁抓不住他的心？白暖烟稍稍缓过神来，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话还没说完，他一拍大腿，起身离开了。我上一世连断7尾，加上我儿的内丹，才让交信成龙。要是我刚刚没看错的话，白暖烟好像还是只有1尾。我倒不怕他不信我的话，他只要找族中资历深厚的长老求证，便可知我所言非虚。果然，3日之后的深夜，交信宫中白光乍现，伴随着一声怒吼，惊醒了满宫的人。我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起身要去探个究竟，龙华却一把将我拉回床榻。宁久，都是要做母亲的人了，还这般爱凑热闹。我拉着他的手臂，央着他陪我一道前去。龙华拿我没办法，翻身下床，取过披风，将我包了个严严实实。等我们到时，里里外外已经围满了循声而来的人。白暖烟现出真身，奄奄一息瘫倒在地，身下一片猩红。龙族太医正向他输送着灵力，有眼尖的发现了他的异常。这四皇子受妃的狐尾怎么断了？白暖烟恢复了神智，强撑着向众人宣布，四皇子飞升成龙了。众人难以置信，互相交头接耳，都觉得白暖烟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。白暖烟见无人信他，又摆出了他青丘公主的架子。我堂堂青丘白狐，以狐尾之力成功助四皇子殿下化龙，你们还不跪迎真龙？众人将信将疑之时，屋内又冒起一阵黑烟，一道黢黑的不明身影夺门而出，惹出一众惊呼。白暖烟却强撑着跪立起身，恭贺四皇子飞升。可下一秒，就有人认出来了，那黢黑的身影哪里是龙，分明是蛇呀！交信竟成了蛇，比交还要低上2等。白暖烟被掀翻在地，交信显露蛇身，张着深渊巨口，怒吼：“你这个心思歹毒的臭狐狸，竟敢谋害本王！本王是真龙，你竟将本王弄得不人不鬼，我要了你的命！”他用蛇尾卷起白暖烟，一下一下重重摔打在地。原本就虚弱的白暖烟哇哇往外吐着鲜血，却还不死心的喊着：“不可能，我的狐尾是真品，定能助殿下成龙！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”龙华见眼下局面有些失控，出手控制住了狂躁的交信，又驱散了围观的众人。我走到白暖烟跟前，他一把扯住我：“是你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你骗了我，没人骗你。只是那日你还不等我说完，便急着走了。要想飞升成龙，一条狐尾远远不够，须得9尾，另外还得辅以至亲之人的内丹方可成事。”白暖烟这回反倒不信了：“9尾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有会9尾？你没有潜心修炼，自然不知。那本秘术便是修成9尾的心法。”这回他信了几分，喃喃道：“难怪上一世你刚出生孩子莫名其妙便丢了性命。原来他眼神一暗，交信他竟连自己的孩儿都舍得，真是心狠手辣。”随后他双眼一闭，晕死过去。第2日，交信飞升不成反成蛇一事传得龙族上下人尽皆知，平日里就瞧不惯他的人纷纷落井下石。好好做交有什么不好，非要痴心妄想，这下好了吧？
胶都做不成了，成蛇了。就是啊，听说他的寿妃自断狐尾助他飞升，倒也算是对他痴心一片了。他还不知好歹，日日和勾人的妖兽厮混在一起。要我说，那四皇子寿妃也是个恋爱脑，没救了。交信成了众人的笑柄，丢了面子，整日龟缩在宫中不见人。白暖烟差点丢了命，被养在城外疗伤。经过此番折腾，想必他定不会对交信还心存幻想了。不多久，我临盆之日到了。龙族身形庞大，而狐族小巧，因此我上一世生产之时便受尽苦楚。我生生疼了3日才诞下小娇，可交信丝毫不顾我产后虚弱，当着我的面辱骂我没用，只因我没有为他诞下龙儿。可他自己不过就是娇，我若为他生出小龙，那才是奇了怪了。这一次，熟悉的阵痛袭来，我痛哭出声。龙华不顾众人反对，跪在我榻边，紧紧握住我的手。我力竭之时，感觉体内源源不断有灵力传来，是真龙之气。英九，你千万不能有事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生了。龙华，他真好，许是有了他的真气，我好像不那么疼了。于是，一鼓作气，瞬间霓虹漫天，紫光乍现。龙族众人来到我产房门口，我听见他们的议论声。这等天象，太子寿妃这胎许是金龙诞生。白暖烟微弱的声音传进我耳中，什么金龙，顶多是娇。他这么说也没错，毕竟我上一世确实生的是娇。在一众议论中，接生婆扯着嗓子大喊：太子妃生了，是金龙！龙帝大笑，好，万年了，终于有金龙降世了。他在门外等着接生婆将龙儿抱出来给他看看。就在这时，接生太医抱着一个襁褓跑出来跪下，龙族大喜，太子妃生的不是寻常金龙，是九尾金龙。什么九尾金龙？这可是上古龙神的罕见形态。龙帝愣了几秒，直接跪下，朝着襁褓里的龙儿磕头。所有人跪了一地，恭迎龙神。白暖烟脸色苍白，不敢置信，怎么会？他一个庶出的白狐，血统都不纯正，怎么可能生出龙神？一定是搞错了。他自言自语，疯疯癫癫地跑走了。众人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，毕竟龙神降世意味着龙族至少上万年的和平。当下，龙帝便拟了旨意，将王位传于龙华。我在产房中喜极而泣，我的龙崽子分明与上一世长得一模一样。他双眼乌黑地盯着我，扯出一抹天真的笑。我知道是他回来了，他去天上走了一遭，又回来找我了。我将他紧紧拥在怀里，他感觉到安心，在我怀中蹭了蹭，甜甜的睡了。龙华将我和龙崽子一起搂在怀里。宁九，你受苦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生了好不好？这恐怕由不得我，我的意孕体质，若是不生，那岂不是得一直速着了？龙崽子满月之日，龙华为他举办了盛大的仪式。我抱着崽子，在众人的注视下接受祝福。交信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冲上前来，手中拿着一柄锐利的长剑，直指我怀中。那柄剑我再熟悉不过了，上一世他就是用这剑断了我的狐尾，又取了我儿的内丹。只是我再也不是上一世的我了。我目光一凛，9条硕大的狐尾将交信死死缠住，扔出去好远。交信成蛇之后，简直不堪一击。众人惊呼：九尾狐，难怪他能诞下9尾金龙。他们被我绚烂的狐尾吸引，挪不开眼。交信扭曲着蛇身，声音嘶哑：你竟是9尾狐，那只要断了你的尾，我定可以化龙。他像是失了理智一般，又向我冲来，丝毫不顾我们实力上的差距。我只浅浅动了动尾巴，他又飞出去好远，撞在石柱上，挣扎了2下，便再没了动静。龙华登上王位后，励精图治，将龙族治理得井井有条。龙崽子天资聪慧，刚刚成年，龙华便将王位禅让与他，带着我去人间游历了。再见到白暖烟，是在人间一处黑市，他浑身脏污，被关在笼子里，任人挑选。只是人人都嫌弃他是只断了尾巴的丑狐狸，无人问津。当年他从龙族离开后，回了青丘，祈求父王的庇佑。父王心疼他，不顾族中长老反对，将他养在青丘，锦衣玉食，与待字闺中时一般无二。只是不知道他从何处得来的消息，竟为了续上断尾，打起了父王的主意，趁着父王不备，一刀砍下了他的狐尾。父王年事已高，虽也是修为不低的白狐，却经受不住爱女对自己下手这般剜心之痛，被夺了尾巴后不久便陨身了。青丘长老们下令追捕白暖烟，却被父王拦住。他们不忍心看父王含恨而终，还是决定放白暖烟一条生路。可白暖烟与父王所修灵力相冲，他续上狐尾没嘚瑟2天，尾巴就开始腐烂了，修为也废了个精光。他受不了得而复失的刺激，竟神志不清，不知怎地被人间的猎手捕获，身陷牢笼，只能任人挑选。白暖烟，你怎会沦落至此？似乎是许久不曾听见有人叫他名字，他听见这3个字竟有些陌生，抬起头瞟见我时，眼里终于出现了我熟悉的恨意。是你，白宁九，我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，我要杀了你。为什么？重来这一次我还是输给你。他2只爪子疯狂推搡着笼子，嗷嗷叫着，只换来摊主重重一顿打。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上一世你选了龙华，却未将自己与他视作一体，任由他在外拼杀自己在龙族安然度日，偏偏又放不下太子寿妃的身份地位，却又不甘寂寞与人私通，最后还勾搭交信对我痛下杀手。这一次是你自己选的交信，怎么又要怪到我头上？白暖烟呜咽着，若不是你存心害我，我怎么会傻傻的断尾？这又怪得了谁？秘术在你身上，你一心讨交信欢心，也不潜心修炼，
自然无法助他成龙。怎么你不学无术的错，也要怪到我头上？再说了，就算是我存心的又如何？你上一世夺我性命，我只取一条尾巴，实在便宜你了。父王这般心疼你，你竟也狠得下心对他下手，你真是无药可救了。说完，我拉着龙华转身就走。白暖烟在笼子里苦苦哀求：“别走，救救我！”我充耳不闻。他这样狼心狗肺的狐狸，就活该落得这样的下场。龙华见我心情不好，主动开口：“娘子，咱们去看灯会吧。早就听闻人间灯会比龙族的有趣多了。”我笑着任由他将我搂入怀中，往那万家灯火处走去。